进来。卢县尉，又有何要问询的？今日无可问询，命案已了结。我来是告诉你，即刻起，你可以随意行动。如果想离开云顶，亦是你的自由了。等一等，命案已了结，凶手何人？是楚斌的游魂杀人。本县尉只缉拿人间凶犯，故而了结。姐姐，阿姐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是一个嫡宫弟子，姓苏的，他告诉我，只要在这里，就能看见你。楚家，去吧，今日就是你们姐妹团聚之日。你上当了。谁是你妹妹？够了够了，我只拿了那么一点点钱，碰上死人已经够晦气的了，这怎么又来了个姐姐？死人？李云死了又不是我杀的。你不是我妹妹，看上去很像，但根本就不是。你是谁？云顶县尉卢凌风亲口对我说，我自由了，去哪儿都可以。卢县尉，你这么快就出尔反尔了？并非出尔反尔，只是此案又有了一些新线索，可能要耽搁您几日。不如先回安远客栈吧，食宿皆由县谢出。她不是我妹妹，看上去像，但根本就不是。
冷静啊！各位，稍安勿躁，稍安勿躁啊！王府县令，给我们个交代吧，到底怎么办？哎呦，各位，冷静，听我说呀！各位冷静，稍安勿躁啊！二位，先别回县县，怎么回事？不知谁走漏了风声，全云顶都知道了开棺的事，说那棺材里没有尸体，是早已化成了鬼魂。那鬼魂可以随意变换形貌，吸走人的精魄，杀人于无形。只要云顶夜市一开，那鬼魂就会去寻找猎物。请各位放心，本县令一定给。是有人恶意煽动。是啊，店主们都害怕，说今夜夜市不开了，暂避风头。这些人是来找县令的，让他赶紧请驱鬼降魔的法师，还有做酒生意的、做珠宝生意的大老板，威胁今日之内，若不捉到鬼魂，他们就撤出云顶。还等什么？赶紧去请驱鬼降魔的法师啊！是啊，不然我们的生意怎么做呀？如果再抓不到鬼，我们就撤出云顶。刘县尉，县令命你今夜之内务必勘破此案，否则云顶的繁荣休矣。唉，从人间到志怪，有时候隔着千山万水，有时候就隔着一层纸。此番西行，历经磨难，倒还从来没有遇到过这么奇怪的案子。面衣女子虽已身份暴露，但没有任何证据指向她杀人。我们现在要做的，就是让这个案子从志怪回到人间。我只能再做一次毫无证据的推断，那就是这个丑女人根本不存在。若如此，殷阿婆一定说了谎，牡丹亦然。还有那个戴面衣的女子，不管她叫林贝还是楚斌，她的证词无一句可信。还有就是天一布店的女主人沈平、女仆长乐，亦有嫌疑。一共5人，时间紧迫，我们每人认领一个。认领后当如何？恭喜！好了，看完你就可以走了。真的不让我搭搭脉？我又没说要看病，你可以走了。夫人，是不是24个时辰没有睡觉了？在过去的几年，一直在持续不断地吃着药。没有，那就是被人下在食物中了。关夫人的神色，应该已经知道被人下药了。此药让你头晕目眩，四肢无力，坐立不安，喜怒无常，说话没有气力，走路迈不开腿，吃上药就昏睡不醒，一旦醒来又难以入眠，除非再服此药。你怎么知道？像你这种被人下慢毒坑害的人，费某10几岁就治好过，如今坐堂云顶医馆，姓费名翘，字英俊，别号姬师。听说过。你治好了很多哑奴。我正想着这2天去找你呢。苏明见过楚小姐。我不姓楚，而姓林。我家住在洛阳郊外的北邙山中。听说你是狄公弟子，你恩师的墓离我家不远。我敬重狄公为国为民，每年寒食都会去给他扫墓。如此，我替恩师谢过楚小姐。是林小姐。
吧，林小姐，你已知我的底细，但我对你却几乎一无所知，只是听闻你杂艺惊绝，能模拟已故之人。我想，若是不能通亡灵的魂魄，怕是也不会学得那么像吧。林小姐能扮楚斌，那一定是了解他，并知晓他的过往，对吗？实不相瞒，苏某很是同情这个女子，尤其是我看到她写给李门的信，字里行间皆是血泪。林小姐，能把楚斌的故事讲给我听吗？哎呀，掌柜的，不就是抄药名吗？我来就行了。哎，我李云念过书，你把钱给我不好吗？何须再请人？请问，是贵铺需要人写字吗？若不是家道中落，楚斌不可能出门替人写字。第一次就是那家药铺，那药铺生意很不好。可自从楚斌帮着抄了药名，生意就好了起来。很多文人墨客去那里抓药，只为看药柜上那清秀的字。楚斌也因此扬名，四处写字。而李云不再去药铺当伙计，为他研墨。楚斌的字我看过，既有魏晋风骨，又自带柔雅气韵，真是了不起啊！李云手巧，冬天亲手为楚斌做棉衣，还绣了一枝梅花。楚斌身子弱，李云就给他炖汤喝。毕竟在药铺当过伙计，也要炖汤，既美味又滋补。后来，两个人私定终身，决定回云顶成亲。可是云顶抄书的活并不多，楚斌就只能劝李云出去找些营生。同窗方炯介绍，李云去云顶最有名的布店做了学徒。不久，楚斌就发现不对劲。你不是说带我回家乡后便娶我，如今为何又与那布店女子纠缠不清？何来纠缠不清？我是在学艺。与那女子出城郊游，也是学艺。你跟踪我？楚斌从没跟踪过，只是李云忘了，方炯是认识楚斌的。那时方炯很痛苦，方家早已提亲，可沈家后悔了，因为李云的才艺之术绝佳，且同意入赘。这样，布店就后继有人。其实最主要的还是沈平喜欢李云。从明日起，我不会再去沈氏布店了。经过这些事情，我发现我最爱的还是你。你真的不再与那沈平来往了？楚斌，手艺也学得差不多了，我去贵方借贷一些银子，我们一起开个布店，你我一块儿经营，将来定会有好日子过。那一天，是楚斌到云顶后最幸福，也是最悲惨的一天了。李云为他煮了一碗白果茶。来，
这茶好香啊！喝完，保准你的气色能够恢复过来。多谢郎君。喝了那茶不久，楚斌就觉得头晕，李云的表情就变得邪恶。他对楚斌说：“头晕了，那就睡吧。我给你找了个新房子，一会儿就到。你在那儿可以好好睡觉，一直睡。”房子。直到在黑暗中醒来，楚斌才明白，李云说的新房子是一口棺材。世间竟有此等禽兽！林小姐，再逢楚斌魂魄，请替苏某转达。此禽兽当诛！苏无名，听说你协助卢凌风捣毁了云顶仙街，破获过很多奇案。我知道你今天来，不是听我讲故事的。你能说出刚才的话，我也替楚斌谢谢你。我本来可以把一切都告诉你，为过往做个了结。但你用楚家诱我，实在不该。你承认自己便是楚斌了？楚斌已死，世间只有林贝。若如此，你就是还没有从10年前的阴影中走出来。李云既负了楚斌，又下毒杀人，这种禽兽有什么权利带走楚斌半条性命？林贝就是半个楚斌。我第一次听你说这个名字的时候，便想到了。如今苏明协助云顶县尉探查命案，找寻真凶。你若参与了杀人，不管你叫楚斌还是叫林贝，你都难逃法网。你若没有杀人，即便你就是楚斌，也可以正大光明地走出去，开始新的生活，去感受和体味这盛世的繁华。大唐的云顶是大唐天子的，更是大唐儿女的。姑娘，回去吧。我老太婆没本事杀人，盯着我也没用。可我杀过人啊！一个女子行走江湖，若遇歹人，不杀，如何自保？那你如今是怎么到宫廨里去做事的呀？我并非宫廨之人。父亲临死前，把我托付给了一个人，我只是跟着那个人。也是个苦命的女子。也是。阿婆还见过其他苦命女子？见过。那个比你苦得多呀。哎呀，你看他们怎么这么胡乱干活，你得管呐！那棺材都吓歪了，这是对亡灵的不敬。随便吧，赶紧埋啊！
下雨了就更麻烦了。买完了你再给我烧点纸。那不行，死者是你娘子，这纸你得自己烧。你没看到马上就下雨了吗？那我再多给你点赏钱。你，哎。 行了，先躲会儿吧，反正镇主都走了，等雨停了再来。走吧。你们怎么能这么干活啊？啊！你们不能走啊，不能走！我们烧纸这么多年，从来没碰上过鬼。故而我也不怕鬼，壮着胆子敲开了棺材，却看见了她，一个好美的娘子，在云顶，无亲无故的娘子。 是楚斌，他根本没死。你可别套我话，我没说他是楚斌。阿婆，您那时只卖烧纸，没开碧落小站吧？对呀，我猜，客栈是新开的，不超过半年。你怎么猜到的？ 刚才的2碗药喝下去，我已经好了很多，觉得浑身都是力气。这一天喝3碗行不行？3碗，说少了。你被人下慢性毒药，至少3年了，中毒之身，必下猛药相抵。这碗之后还有3碗，1天6碗，连喝1个月。行。 都听神医的。哎，等会儿，烫，晾会儿啊。夫人，是何人对你下药？应该心里有数吧？有数。爹。哎。爹，我给您送饭来了。 哎，平儿啊，从明天起给爹送饭的时候，多带1份，要跟爹的一模一样。那给谁吃啊？李云，哎，爹等了这么多年，终于在这云顶发现了一个裁剪的天才。见过小姐。 李云，今天的牛肉好吃吗？不会是小姐亲自做的吧？就是啊。不好吃。在下多有得罪，还请小姐见谅。他永远冷冷的，从不讨好我。可有时，又会突然让我觉得。 他早已拿我当做最亲近的人，这个不对。我壮着胆子约他去郊游，他却接连拒绝我3次。我暗中打听才知道，他身边有个女人，我伤心得不得了。 眼泪落在汤里，可就不好喝了。其实要炖出好喝的汤，还要配一些新鲜的药材与野花。师傅准了我明天的假，一起去郊外采集，可好？在郊外，我问他是否要娶那个叫楚斌的女子。
他竟哭了。什么？他竟不久于人世？是啊，他曾对我有情，从东都到云顶，我现在怎能忍心扔下他？沈小姐对我一片深情，李某只能辜负了。好重情重义的男人啊！我当即发誓会等他，也就是那个时候，方家来提亲，我断然拒绝。不久，就得到了楚兵的死讯。那之后，李云一直不肯见我，更加让我觉得这个男人值得等待。我不思茶饭，甚至不肯讲话，心里只想着，若此生不能嫁给李云，便去死。我父看出我的心思，竟亲自去求亲，以布店和所有家产做嫁妆，求李云从悲痛中走出，娶我这个可怜的相思女。好一招欲擒故纵啊！所以，沈氏布店就变成现在的天一布店。是啊。啊，不烫了，喝吧。神医的药苦啊，他给我的药膳却都是香甜的。来，夫人，你怎么不喝？这是对女人好的汤，专治虚弱之症。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，我变得昏昏沉沉的。后来才知道，只要我睡下，他便出去。他裁剪手艺好，常有女人夜里约他去做衣服。哦，卢县尉名门之后，英俊潇洒，纵使大白天来牡丹这儿，牡丹也是心花怒放啊！你忘了对我的承诺。我打听过了，你的爹娘就你这么一个女儿，他们视你为掌上明珠。陆县尉为何提我爹娘？你觉得对不起他们？布料要选好，剪裁更重要。你身材这么好，本店主可以为你亲手做。我身材好，我不胖吗？说你胖的人是根本不懂欣赏你的美，他们的话你不必听。真的啊？没2天，样衣就做好了。我穿着肥大，他说是尺寸量的不够准，我就让他量。他量的好细致。那是我的头一回。从那之后，我就像疯了一样爱上他，恨不得每天晚上都与他幽会。虽然我知道他有家室，但我还是控制不住自己。不久，我发现自己的肚子不对劲儿。我的？你怎么证明啊？不如你先把它生下来吧。若长得真像我，我便认下。不过沈平是不会允许我纳妾的。哎呀，你还是住外面好了。我并未婚配，不敢把孩子生下来。
只能背着爹娘，求游走江湖的郎中帮忙打掉。可云顶是个小地方，又怎么能瞒得住我爹被我活活气死了？我娘也动了情，轻轻骂我，邻居在背后对我指指点点。从此，在大家口中，我变成了坏女人。那我就索性坏下去，反正也不会有人向我提亲。卢县尉，你刚才进我家门时，没被人看见吧？可要小心，别人说闲话。后来，你可又找过李云？找过。我贱，忘不了他，甚至还在深更半夜偷偷摸去布点。主人，放开我，莫被夫人看见。夫人睡，你也该陪我睡了。真没想到，他连自家的小女仆都不放过。那年我还很懵懂，主人，是我长乐。哦，长乐呀，你也不小了，该有身像样的衣服了。不用，多谢主人。又说不用，又多谢我，那到底是要还是不要啊？你长得好看，这身衣服我亲自给你做。我生在官宦人家，因父亲犯了死罪，被打入奴籍。是夫人买下的我，可夫人脾气不好，偶尔打骂，主人却能这样对我，我自是无比感激。主人喜欢泡澡，都是我为他打水。那天，主人需要加热水吗？加。对不起，主人，烫到您了。多大点事，贵什么？起来。衣服合身吗？合身。我怎么觉得有点肥了？你是我的人，衣服合身才是天一布点的招牌。进来，我再帮你好好量量，改到合身为止。我怕死了，怕夫人知道。可她说，夫人睡着是不会醒的。又过了很久，我才意识到，夫人喝的汤一直都是单炖的。你是说，李云一直在对沈平下毒？不知道算不算毒，只是夫人一天比一天虚弱，而且睡下就醒不了。一直在做噩梦，但醒来若不喝汤，就再也无法入睡。主人，我们以后还是不要这样了。为什么不要？我喜欢你。可是夫人……夫人快死了，以后你就是夫人。
当夫人的梦，我每夜都等着他召唤，可他还是经常出去。有一次，我壮着胆子跟着。李云，你到底什么时候来杭州娶我呀？沈平病重，将不久于人世。我落魄时，她嫁给了我，我现在又岂能忍心抛下她？天小姐一片深情，李某只能辜负了。即便令尊派人来杀我，李某亦无悔。李郎，我再也不会逼你了，多久我都等你。我偷听到，那位田小姐是杭州最有钱商人的掌上明珠，他爹已经答应拿全部家产做嫁妆。从今天起，这种药材，每日给夫人多加2片。是。夫人的身子一天不如一天了，你要好生伺候。等夫人走了，你就是夫人了。长乐不敢想。你这小女子，福气还在后头呢。自那以后，我发现夫人睡得更沉，醒得更晚，身子更弱。我想，再这样下去，我就害死夫人了。所以，你把一切都告诉了沈平，准备和他一起？没有。我看大德对你也挺好的。是，我是个不要脸的，勾搭主人不成就只能勾搭仆人，这犯律法吗？卢凌风，看来你我一样，只能从李门身上突破口供了。不抱什么希望，只是想印证猜测。咱人的烛台在1楼，他手机错了。收起你那玩世不恭的样子，不从实招来，就不怕我断你为凶手吗？好啊，若一定要有人为李云偿命，那就让我来吧。我问完了，该你了。苏某无话可问。卢监尉，县县外仍聚集好几百人，皇府县令都不能回家，特让我来问问，可查明凶手，或真有鬼魂杀人？何局长，不是，那个，还是劳驾您先回去吧，容这个卢县尉和苏先生再好好想想。罗凌风，你是县尉。苏明，你平时话最多，今日之事，你们俩到底谁张嘴啊？我来说。长乐虽然没有承认，但我猜测，他参与了行动。若我是捕贼官，我不会追究他的罪责。卢凌风，若你判长乐有罪，
我立刻离开云顶，回到长安。我此生不再与你相见。还是我来说吧。让我再来一次毫无证据的推测。无法乱，斧头岸，马鸣萧萧彩云散。功名事，惹人烦。千重渡过万重山。一桥弯，冷月暖，西出阳关路漫漫。为君一死生难，胡杨琵琶念长安。银河百丈，星辰闪烁，故园半亩，花开花又落。临风一世，无名白首，赤子心，破苍穹。黄沙卷，金甲穿，烽火连城，横刀了却狼烟。心如水，志如磐，待回首天涯远。醉我夕阳，行迹万里河山。与谁同坐明月清风？